欢迎来到新闻频道，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权谋剧王炸，肖战新剧破2创纪录，甄嬛粉慌了。开局即王炸。5月18日晚，央视8套黄金档被一部剧彻底点燃，肖战主演的《藏海传》以收视率峰值冲破2%，优酷热度值标至8000的炸裂数据横扫榜单。弹幕里刷疯的藏海大人杀疯了，背后是郑晓龙导演蛰伏3年默出的古装权谋新宇宙。当手握《甄嬛传》的国剧教父遇上顶流肖战，这场复仇大棋刚下2子就引爆全网。老谋深算的导演加流量演技双修的演员，真能打破续作必扑魔咒。历史细节狂魔在上线，连炭火灰都要查明史的导演有多疯。郑晓龙这次把考据癖发挥到极致，剧中内阁直房一复刻明代规制，官员腰牌鎏金纹路直接拓印故宫藏品。雪夜焚书时，肖战拨弄炭火的肢体语言，竟是嘉靖首辅徐阶真实起居录的记载。北大历史系教授坐镇剧组，每个计谋都能在明史找到原型。这种拿放大镜拍戏的较真劲儿，让观众在追剧时疯狂截图找彩蛋。藏海书房挂的墨竹图和台北故宫藏的文铜真迹一模一样。肖战演技封神现场，眼泪混着血渣哭出破碎感。导演说听见炸药引线声。从灭门惨案里浑身是血爬出雪地的智奴，到朝堂上45度侧身行礼的藏海大人，肖战用演技撕碎流量标签。郑晓龙在片场盯着监视器感叹，他抬眼时我听见炸药引线燃烧的滋滋声，那种表面风轻云淡，内里暗流涌动的状态，在首播的御前斗奸臣戏码里展现得淋漓尽致。当藏海垂眸冷笑说出黄河改道虚界天时时，谁还记得这是《陈情令》里明媚的少年？权谋戏拍成沉浸式狼人杀，咳嗽是暗号，奏折藏摩斯密码。如果说《甄嬛传》是后宫生存教科书，《藏海传》就是朝堂高智商对决指南。内阁议事项高端局狼人杀，老臣一声咳嗽代表派系战队。御前奏对变身剧本杀，奏折朱批里竟破译出摩斯密码。藏海用天文测算让黄河改道扳倒贪官，靠建筑力学制造宫殿坍塌。硬核程度让理工男直呼这是把天工开物拍成剧了吧？开局5集已埋下多个伏笔，网友连夜列人物关系图，没点智商真追不动这剧。3.8亿砸出电影质感，手工刺绣戏幅值100万，皮影戏里藏惊天秘密。剧组的散财童子式操作惊呆业内，横店实景搭建宋代殿宇群。光肖战那件墨色蟒袍就耗资100万手工刺绣，汗血玉璧、火浣布等古代黑科技道具被博物馆点赞复原度。更绝的是用皮影戏闪回灭门惨案，昆曲唱段暗喻人物命运。这种把钱花在刀刃上的美学，让追剧变成沉浸式逛故宫，随手暂停都是壁纸级构图，超越《甄嬛传》的可能性。权谋更高燃，但缺了点人情味。目前来看，《藏海传》在历史厚重感和权谋复杂度上确实青出于蓝，没有恋爱脑主角，没有降智反派，全员搞事业的狠人设定更符合当下审美。但相较于《甄嬛传》里华妃撞墙、沈眉庄血崩这些让人记了10年的经典场面，《藏海传》前5集过于专注布局，角色情感浓度稍显不足。不过随着张婧仪饰演的香案图登场，藏海复仇者联盟逐渐成型，后续或许会引爆更强烈的情感冲击波。当观众还在争论权谋剧该不该谈恋爱时，藏海传用实打实的数据炸穿各类榜单，开播12小时短视频相关话题播放量破15亿，知乎评分飙到9.1，连迪士尼都买下港澳台地区独播权。这场郑晓龙与肖战的顶配双王炸，或许正在改写古装剧的历史。没有注水剧情，没有五毛特效，
用电影集制作撕开流量时代的创作困局。至于能不能超越《甄嬛传》，至少目前观众用遥控器投票，让复仇的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。